说到 Adobe，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，Photoshop、PDF， 我们可能每天都在用。但是我跟你说，现在整个市场啊，看这家公司都看走眼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被严重低估的增长引擎背后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机会？这就是最核心的矛盾。你想想看，一家每年能印出上百亿美金现金的公司，股价呢跌得好像明天就要破产一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要是能看懂这个矛盾，那你就能看懂机会在哪。咱们来看两组数字，这一对比啊就特别明显了。一边呢是创纪录的业绩，就说2025财年吧，它的运营现金流哗哗的超过了100亿美元，创了纪录啊。可你再看另一边，市场的反应呢？股价300来块钱趴在那儿不动弹，一边是火焰，一边是海水，这中间巨大的裂缝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？市场上有个说法，听着还挺唬人的，叫什么 AI 威胁论，就是说 Sora、Midjourney 啊这些新东西会把 Adobe 给干掉。这个故事吧，听起来挺有道理，但它有个致命的问题，它跟数据对不上号。咱们不是听故事，咱们看数据。第一个数字来252亿美元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Adobe 到2025财年底的年度经常性收入，也就是 AAR。你得明白，这可不是卖一锤子买卖，这是订阅费啊，每年都会源源不断的流进来。这哪是一家在风雨飘摇的公司，这根本就是一座铜墙铁壁的堡垒。第二，咱们看看增长，一家年收入都超过2000亿美金的庞然大物了，对吧？它2025财年的增长，你猜多少？11%，两位数啊！所以啊，那些说什么增长停滞的，这个数字一摆出来，根本站不住脚。再来看赚钱的能力，这个就更吓人了。净利润1年之内啊暴涨了28%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Adobe不光是体量在变大，它赚钱的效率那可是越来越高了。所以你看，数字是不会骗人的。市场上那个什么通用 AI 会干掉 Adobe 的故事，不仅是错的，简直是把方向都搞反了。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 AI 恰恰是 Adobe 自己手里最厉害的一张王牌，是它增长的火箭推进器。不信，你看这张表，这就是铁证。咱们看2024财年的数据，它的老本行创意云增长10%，不错吧？但是你再看那个深度整合了 AI 的文旦云，增长了多少？18%，增速快了将近1倍啊！所以说 AI 哪里是威胁啊 ？AI 明明就是它的加速器。好，我们理一下啊，基本面这么硬 ，AI 还是个加分项。那我们再回头去看那个股价，结论就很简单了，只有一个，市场犯了个大错，一个历史级别的定价错误。你想想，一家利润增长快到30%的科技巨头，它的远期市盈率居然只有17倍左右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好比市场在用看一家增长停滞的钢铁厂的眼光，在给一辆高速飞驰的跑车定价，这个估值本身就在对你大喊：我被低估了。我得强调一下，这绝对不是什么价值陷阱。所谓的价值陷阱是公司基本面在变差，所以股价才便宜。但 Adobe 呢，它的基本面在加速变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边是坚如磐石的业绩，另一边是风声鹤唳的市场情绪，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道100年难遇的鸿沟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如果说 AI 威胁论只是个烟雾弹，那真正让股价抬不起头的逆风到底是什么？市场真正在担心的又是什么呢？你看，市场表面上怕的是那些搞生成式 AI 的小公司、创业公司，但说白了，真正压在股价头上的那片乌云，其实是之前那件大事儿，收购 Figma 失败了。就是那次失败，让市场对 Adobe 的未来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这个问号啊，一直挂到今天还没摘掉。为了不收购 Figma 了 ，Adobe 在2024年掏了10亿美金的分手费，这笔钱确实砸在了当年的财报上，不好看。但关键点是什么？这是一次性的，非经营性的，这事儿已经翻篇了。可市场呢，还在看后视镜开设，为了一个早已经迈过去的坎儿，去惩罚一家正在踩油门往前冲的公司，这合理吗？所以，当你把这些线索全都拼在一起，
被大家误解的 AI， 强劲的不像话的业绩，再加上这个一次性的已经成为历史的包袱，一个非常清晰的机会窗口就摆在我们面前了。而且我认为这个窗口期就在未来的6到12个月。所以我们看好 Adobe 的逻辑就特别清楚了。第一，人家有超过250亿美元的订阅费当护城河，固若金汤。第二 ，AI 根本不是敌人，是朋友，是加速器，特别是在关键业务上。第三，现在的股价这么便宜，完全是因为市场对一个已经过去的事反应过度了，是一种情绪化的惩罚。所以最后的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。当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强到这个地步，而市场的定价却充满了偏见和情绪，你是选择袖手旁观，等着市场自己反应过来，还是选择相信你眼前的数据，抓住这个难得的因为错误定价而出现的机会窗口？这个答案就留给你自己去决定了。